私自下凡作恶，欺凌弱小，本君管教不严，今日赐你神眼，可辨真伪，望气运，全当这孽畜伤你的补偿吧。也祝你在世间多一份立足之本。我好像做了一个梦，梦见二郎真君不仅带走了恶犬，还赐给了我天眼。看见了，我真的看见了，不是梦，真的是二郎神君。幸女林若禅，叩谢二郎真君。二郎真君真的让我有了第三只眼，我真的能看见了。妈的，真倒霉！50银元买了一只破碗，没长眼吗？还真是没长眼啊！把那只破碗给这个乞丐要饭吧。宣德官窑青花珍品，价值100银元。天哪！二郎真君赐给我的第三只眼睛，不仅能让我看到东西，还让我有了鉴宝的能力。那我靠着这双神眼，岂不是轻松捡漏，发家致富了？给，拿着，要饭去吧。谢谢好心人，这么快就捡到漏了。神眼提示说这碗价值100银元，我得找个古董店卖了。老板，收古董吗？你一个臭乞丐，还是个瞎子，能有什么古董？您先看看。姑娘，你这碗泥巴堆里捡的吧？老板，您再仔细看看。这碗竟然是宣德官窑精品青花，这瞎子肯定看不出真假。一个仿品而已，我看你一个瞎子也不容易，我给你20个铜板。第三只眼告诉我，这个碗值100银元。这老板心真黑。你，陈掌柜，宣德官窑精品青花什么时候只值20铜板了？是沈将军之女沈墨轩，还是古玩协会的会长？沈会长，您怎么来了？他竟然是古玩协会会长。沈会长，您看看我这碗。哎呀，您就不要看了，他一个眼瞎臭要饭的，这就是他要饭用的破碗，就是个赝品。这位小姐虽目不能视，挑宝贝的能力确实不凡。此碗釉水莹润，青花发色沉稳，正是宣德官窑青花精品，绝非赝品。陈掌柜，古玩行有古玩行的规矩，若是因为卖家是个盲人，便黑白颠倒，欺行霸市。我看这铺子也没有开下去的必要，免得辱了古玩这行当。沈会长，小人知道错了啊，再也不敢了，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啊！小姐，小老儿有眼无珠，您别往心里去呀。多谢小姐仗义直言。在下沈墨轩，自小喜爱古物。小姐眼睛虽有不便，鉴宝能力却是不凡。我沈墨轩想要交你这个朋友。小姐日后若是有什么东西想要出手，可凭此名片来协会找我。谢谢沈会长。小姐，那您这碗，您开个价吧。哎，小姐这碗是真品啊，我给您80个银元。120个银元，这绝对是良心价。比神眼告诉我的价格还贵20银元，可以。这烟灰缸竟然价值50银元，价值50银元的东西，掌柜的既然拿它来装烟灰，肯定也没看出它的真实价值。老板，你这个烟灰缸能卖给我吗？这就是个破烟灰缸，这位小姐要是喜欢，您拿走就是。多谢。这烟灰缸是官窑精品，虽破损严重，却也至少值30-50银元。他一定是看出了真实价值。一个盲人，仅凭落地之声便辨出真伪，这鉴宝功力简直不可思议。哎呀，这下子破碗买了120银元，都是我王大虎的了。
呀，你这瞎婆娘耳朵还挺灵的嘛！识相的把银元交出来，否则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我没有钱。没有？你骗鬼呢！老子在古董店都看见了，给我交出来！我还不信了啊！哎呀，瞧啊，真是活该！这小姑娘可身手了得啊！哎呀，对，王大虎，你也有今天啊！怎么跟小姑娘跪下了？没想到这二郎神赐我的神眼，还能增强体质，连反应都变快了，力气也变大了。放肆！林小姐，可有受伤？多谢沈会长关心。光天化日行抢盲女，将此人送去巡捕房。是。他根本就不是瞎子，他是装瞎的。你们也不想想，一个瞎子怎么可能去古玩店鉴宝？怎么可能通过我的拳头？怎么可能一棍子把我打跪下？说起来，他刚才在店里面，他好像真的能看到我放东西的位置。你这个骗子！我要让大家看看你的真面目！这是天盲之争，你自己无能，反倒诬陷他人，将此人带去巡捕房。不要！林小姐受惊了，多谢沈会长又帮我解围。不知林小姐现在住在何处？我看天色不早了，沈某可以顺路将林小姐送回去。实不相瞒，我无亲无故，平日靠乞讨为生，没有住处。那林小姐可以来我家里暂住几日，刚好我明日要在府上设鉴宝会，林小姐鉴宝能力不凡，若是肯赏脸同去，定会为聚会添彩。鉴宝会？我如今有了神眼，这鉴宝会可是捡漏的大好机会。林小姐，这里就是您的房间了，要是有什么需要，尽管跟我吩咐。有劳了。原来我长这个模样。二郎真君所测的天眼，当真是厉害。明日赏宝会，正是我出世锋芒的机会。这几件宝物随便一个拿出去，都是价值连城的。是吗？听说沈会长说的那位奇女子是个盲人，不知是如何鉴宝的。看都看不见，拿什么分辨真假？我看就是骗人的招数而已。小心说话，惹怒沈会长，小心你的脑袋。我虽然看不见，但鉴宝未必要靠肉眼。哦，那老夫就要请教一下，林小姐是怎么不用眼来鉴别宝贝真假的？诸位，今日共同前来是为品鉴宝物的。林小姐是我沈某亲自邀请的座上宾，还请诸位在未见到其真本事之前，不要妄加评论。沈会长，咱们这个圈子最重真本事，既然这位林小姐说的这么玄乎，不如现场露一手，也好让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开开眼嘛。是，说的没错。诸位前辈若是感兴趣，那若蝉变献丑，可否容我上前感受一番？林小姐，请。此壶泥料细腻，造型古朴，是唐末宋初的佳作。壶底有成名原款，做工精细，形神兼备，必是真品。钱教授是陶器大家，他说是真，那定然假不了。你们看看他，装模作样，看都看不见，还搁那装模作样呢。唐代送出紫砂壶，壶里有补救痕迹，价值20大洋。这壶是假的。你胡说！怎么可能？此壶泥料工艺确实是唐末旧物，壶体本身是真。哼，看来你还有点眼力嘛。不过这底款陈明远却是后世刻上去的，所以为假。荒谬！这底款比例乔劲，与陈明远的风格分毫不差，这是老夫花了800大洋拍卖过来的。你个瞎子，不要在这里胡言乱语！钱老文胡30年，过的眼比你走过的路都多。小丫头骗子，回家学几年再出来吧。一个瞎丫头敢当着钱老的面谈鉴宝？林小姐，这陈明远的壶真款和后刻款加差几百块银元呢，真当我们这些年鉴宝是闹着玩呢？诸位若是不信，可细看款式位置，就知道我说的到底对不对。
我看了一辈子陶器了，难道还没有你一个瞎姑娘看得准？今天我就跟你打个赌，如果此物真如你所说，我叫你一声师傅。这丫头今日怕是要栽大跟头喽！钱老，这怎么可能？钱老，这壶确实是假的。果然是假的。钱老，这壶确实是仿制的，只是技艺过于高超，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应是民国初年高手访客，冒充名家款式，想卖个好价钱。我看了一辈子，竟然在这儿栽了跟头。就是一个盲女怎么这么神啊！蒙着眼摸一摸，竟比放大镜还厉害。是啊，老夫惭愧，太玄乎。林小姐真乃神乎其神，老夫叫你一声师傅，也不亏。前辈过誉，您鉴宝经验丰富，我该跟您多学习才是。各位，今日是见识到了，林小姐这鉴宝之术可谓一绝。来，请看下一件。此画是我近日从一位老藏友手中所得，看上去还真不错。据说是元代倪瓒晚年之作。诸位请看，真的很你看这个，确确有倪瓒风格。这印章也没问题。哎呦，这倪瓒真迹传世极少，若是真品，那可是价值连城的。这个真是太难得了。林小姐，请。倪瓒松石清居图，右下今年修补。此画不假，我就说这画没问题，我的眼力还是可以的。但也不真。这什么？真的？难道这画是假的？什么叫做不完全是假的？这明明没有任何破绽。可是刚刚那只壶，林小姐确实看得准确，难不成这画当真是赝品？画心主体确是古物，但右下角山石是后世高手所补。诸位若是不信，可自行查验。找到了，这笔墨走势确实不同，纸上纹理也不一样。果然如此，刚才老夫总没有看出来呢。神乎其技，当真是神乎其技。蒙着眼，竟比我们这些瞪大眼睛看的还明白10倍。看来是有真本事的。林小姐，今日真是让我们大开眼界。此画的确如林小姐所说，我购入时已知晓有局部修补，原想考考诸位眼力，没成想被林小姐以奇术一眼看穿，佩服，实在是佩服。林小姐真乃神人呀！今日沈宅一行，不虚此行，不虚此行啊！是啊，方才多有冒犯，林小姐莫怪。这官画鉴宝之法，简直开了鉴宝界的先河啊！太不可思议了，前辈们谬赞了。林小姐太过谦了，今日能否将这最后一件也一并鉴了？实不相瞒，自从我寻来此物，就一直真假难辨。若林小姐能帮我鉴别，1000大洋，沈某双手奉上。对，林小姐，沈会长说的对啊，还请林小姐施展妙法，让我们开开眼。是啊，林小姐，再让我们开开眼嘛。不愧是将军之女，一出手就是1000大洋，这钱能用来租房安身，日子无忧了。好，待我细看。宋代青梅瓷瓶，赝品。高仿赝品，直接点破恐难服众，
得让他们自己看出问题。沈会长，器物经手之后，其温度、质地，甚至极其细微的瑕疵，都会在表面留下不同的痕迹。尤其是瓷器内壁的暗伤，有时外表肉眼看起来毫无痕迹，但触摸时，温度或手感会有极细微的体现。这倒是实在话，有些暗伤却能通过温度变化感知一二。暗伤就在这内侧，对应外壁这个位置。可否请哪位前辈用强光放大镜仔细看看这对应位置的内壁？好，这也能行？的确如林小姐所言，这瓶身内壁有很细的鸡爪纹，藏在右下，是烧的时候留下的暗伤。是在里面的。宋瓷讲究胎骨完美，这个瓶子的确是赝品。赝品？这也太深了。这真的这样就能推出太神了。不会吧？哎呦！啊！真有暗伤，林小姐，你这简直神了呀！真是太厉害了，林小姐简直是火眼金睛啊！孙太太过奖。林小姐，这1000大洋是你应得的酬谢，这枚徽章代表的是我古玩协会特别顾问的身份。从今日起，林小姐便是我沈墨轩的朋友，也是我将军府要护着的人。若有人因此事寻衅，或是对林小姐不利，那便是与我沈府过不去。这谁还敢惹？就是。哎呀，林小姐，日后还望多来协会走动啊。这下不仅有了1000大洋，更有了沈家公开的庇护，这个开局稳了。多谢沈会长。林小姐今日真是让我们长了见识，沈会长有眼力，能找到您这样的高人。孙太太过奖。实不相瞒，前些日子我在一个落魄的南洋商人那里收了个宝贝，据说是明中期的好东西，花了我5000块大洋呢。可我这心里啊，总是有些不踏实。今日见识了林小姐的本事，不知林小姐能否赏光去我那坐坐，帮我长长眼？1000大洋作为酬劳，您看如何？这么快就又有了赚1000大洋的机会，看来有了神眼，以后再也不会为赚钱发愁了。孙太太，这是要抢人啊！林小姐可是我请来的贵客。哎呦，沈会长，我哪敢呢？我只是请林小姐帮个小忙，看完就送回来，绝不耽搁您的事儿。那林小姐，承蒙孙太太看得起我，若禅便恭敬不如从命，明日登门拜访。明天上午我派车来接您，就这么说定了。林小姐请坐。小红，上茶。管家，把我的宝贝拿来。林小姐，就是这件，说是明代永乐年间的鎏金铜胎掐丝珐琅缠枝连纹壶，您给瞧瞧。貂蝉遍体皆品，少于30年。林小姐，怎么样？这可是我花了大价钱，托了好些关系才得到的宝贝。孙太太，此壶工艺繁复，色彩绚丽，观之确实赏心悦目，是吧？我就说，不过却是假货。什么？什么？林小姐，这话可不能乱说，脉中会是有传承记录的。孙太太别急，这壶乍一看确实没破绽，但壶身有打磨痕迹，应该是后来接补过的。若禅斗胆猜测，此壶或是利用部分老旧碎片
结合现代精湛工艺拼接重制而成，年份不过20-30年。不可能！你凭什么如此断定？我不信。福伯，把当时的南洋商人留下的证书，还有中间人的契约都拿来。林小姐，你看，白纸黑字，还有保人的签字画押。孙太太，文书可造，印鉴可仿，古玩一行，终究要以器物本身说话。以器物说话，你倒是拿出证据来啊！就凭你空口白牙几句话，我5000块大洋就打水漂了。林小姐，我敬你有本事，但你不能信口雌黄，坏我宝贝名声啊！他这是不愿面对现实，看来得让他亲眼看到真相。孙太太若不信，可愿亲手一试？是什么？您用手摸一摸壶底圈足内侧，再摸一摸壶嘴与壶身衔接处，仔细摸。摸？就这里好像，不对，这接口处怎么有2道细微的棱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福伯，放大镜。假的，真的是假的！5000块大洋，整整5000块大洋啊！怎么会这样？我明明那么小心，找了这么多人看过。福伯，当初引荐那个南洋商人拍胸脯保真的中间人，是你远方表情介绍的吧？太太恕罪，太太恕罪，老奴也是被骗了呀。他说是祖传的宝贝，急于出手，佣金给的高，老奴一时鬼迷心窍就……好啊，吃里扒外的东西，联合外人坑主家的钱，5000块大洋，整整5000块大洋啊！林小姐，多谢，若非你点破，我至今还蒙在鼓里，把这破烂当祖宗供着。1000大洋酬劳，1分钱不会少。另外，我孙月娥今日欠你一个大人情，日后在这城里，林小姐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尽管开口。孙太太严重了，古玩一行，水深莫测，任谁都有打眼的时候。你能及时止损，已是不幸中之万幸。打眼？我这眼打得可真够疼的。林小姐，酬劳我随后派人送到沈会长府上，今日让你见笑了。来人，把他给我拖出去，关进柴房，等我空了，再好好跟他算这笔账。太太饶命！太太饶命！我不想死，我知道错了。小红，备车，你亲自送林小姐回沈会长府上，务必礼数周全。是太太。林小姐，请随我来。有了这些钱，总算可以找个像样的住处了。这是光，我的双眼竟然能看到光了，是真的，神眼的力量在滋养我的眼睛。虽然只能看到模糊的光影，但这不是梦。难道是这2日利用神眼鉴宝获得的能量？什么时候能用自己的双眼真正的看见这个世界？林小姐，歇下了吗？我和赵老板有急事相扰。请进。林小姐，深夜叨扰，实在抱歉，但我赵某实在是走投无路了。赵老板慢慢说。我祖上是做海外贸易的，曾祖父那一代攒下了一批古董，传到我这儿已经4代了。但那批东西，哎呀，那批古董一直封存在老宅地库里，总共36件。曾祖父为了保护宝物，把真货放在了假货里面。
结果现在我自己也看不出哪个真哪个假了。最关键的是，我赵家祖传的镇宅之宝也藏在里面。所以，赵老板想让我帮你找出真品。哎，正是。祖上临终前只留下一句口诀：三真三假藏龙脉，日月同辉见真章。可这龙脉在哪儿？日月同辉又是什么意思？我琢磨了20年都没弄明白。赵家老宅，城西那座3进大院，幼时父亲曾带我去过一次，地库隐蔽，机关重重。是啊，最要命的是，去年我生意上遇到困境，急需用钱，本想从那批东西中挑几件珍品周转，可就是不敢下手，万一卖错了，把我赵家祖传的镇宅之宝给贱卖了，那我赵某就是家族的罪人呐！林小姐，你鉴宝如神，你若能帮我辨出那批东西里哪些是真，哪些是假，我赵某愿以其中一件珍品作为酬谢。此外，再以2000块大洋作为辛苦费。2000块大洋，还加一件珍品古董，这酬劳着实丰厚了。赵老板也是沈墨轩好友，这忙得帮。更重要的是，若此事办成，我在古玩圈的名声将彻底打响，日后立足无忧。赵老板，事关重大，若禅不敢保证一定能解开令祖留下的谜题，但既然您信任我，若禅愿尽力一试。哎，多谢林小姐，多谢。事不宜迟，明日一早，我便派车来接您与沈会长，同去老宅地库。林小姐，这边请。小心。林小姐，沈会长，这是第一架，共6件，都是青花瓷。我请人看过，有人说这3件是康熙民窑精品，那3件是民国仿品，但说法不一。左1、左2、左3有金光，是真品；右1、右2、右3灰气重，是仿品。难道有规律？赵老板，可否将这几件瓷器抵朝上？好。这3件底足有暗记，形似日字，其余3件没有。哦，真有暗记，我曾祖父竟留下了这样的线索。可日字是何意？难道日月同辉的日是指这个？若按3真3假藏龙脉的口诀，这第1架6件里正是3真3假，难道每架都是如此？带我去第2架。这边请。来。这2件玉器背面有月纹暗记。哦，我明白了，日月同辉，日记在珍品瓷器上，月记在珍品玉器上。原来如此，可这龙脉是什么？还有镇宅之宝藏在哪里？这是汇聚在一起的龙器，看来这石板下面就是赵家的镇宅之宝了。赵老板，这地库的石板下可有玄机？这就是普通铺地石板啊，下面应是石土。这石板下有东西，
请挪开一下。这是明代宫廷造办处的手艺，龙纹为五爪，必是御赐之物。赵老板，这恐怕就是你赵家真正的镇宅之宝了。啊，找到了，终于找到了！曾祖父，孙儿不负所托。林小姐，您真是我赵家的大恩人呐！赵老板言重了，如今真伪已变，这36件中，真品为18件，皆有暗记；赝品为18件，工艺虽高，却无暗记。至于龙脉，龙纹玉佩藏于地库中央石板下，正应藏龙脉3字。地库为脉，玉佩为龙，龙隐于脉，守护家宅。林小姐真乃神人呐！林小姐真乃神人呀！赵某说话算话，这18件珍品中，除玉佩外，任您挑选1件作为酬谢，2000大洋，稍后奉上。赵老板盛情，若蝉却之不恭，那便选那件青花梅瓶吧。好，福贵叔，快给林小姐包好。林小姐今日又创奇功，不出3日，此事必传遍古玩圈。届时怕是全城的藏家都要踏破门槛来请林小姐你了。全靠沈会长引荐，赵老板信任。林小姐，大恩不言谢，以后但凡有用得着赵某的地方，尽管开口。林小姐，如今你名声在外，银钱也足，日后还有什么打算？正想与会长商议，若蝉打算在城内租一处清静小院，暂且安身。如此甚好，我认识几位可靠的房衙，可为你寻摸合适的院子。不过，林小姐如今风头正劲，怕是已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也未必都是善意。昨日鉴宝会之后，我就听到了一些消息，有人对你的本事颇为好奇，甚至有些怀疑。会长是指？也有传言说你并非真盲，而是用了戏法舞弊，更有人猜测你是否得了什么失传的秘籍，又或是身怀异宝。天眼之事绝不可泄露。清者自清，若蝉平心鉴宝，无愧于人。林小姐气度不凡，同为女子，我敬佩不已。我早已放话出去，你是我沈家的座上宾，此地人大都惧我沈家势力声望。不过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这样吧，我让府里2个身手好的巡捕跟着你，护你周全。沈会长思虑周全，若蝉感激不尽。呀，快看，都干啥呀？应该是新搬来的啊。慢点。走。哎呀，干啥呀？听说没？就是她，那个蒙着眼睛能鉴宝的奇女子啊！蒙着眼睛咋看东西啊？别是唬人的吧？哎呀，你看呐，还带着沈家的人，切，架子倒是不行。切，小姐，这屋子都收拾妥当了，您看看还缺什么？辛苦你们了。总算有个自己的家了，接下来便是要在这行当里真正扎下根来。眼前的景象越来越清晰了，一定是帮赵家寻宝、鉴宝，积攒下了更多的能量，滋养了我这双眼睛。看来完全复明指日可待了。小姐，钱教授来访。进。小姐，钱教授来访。钱教授，让他进来吧。哎。
林小姐，叨扰了。钱教授，坐。这教授但说无妨。是这样，前几天啊，一位自称在南阳侨居多年的爱国志士，带来了一批瓷器，说是早年流失于海外的宝贝。这批东西有20几件，主要是宋元时期的青瓷、黑釉瓷，还有明代的青花。哦，这是好事啊。好事是好事啊，可沈会长、赵老板他们今日各有要事，这牵头的担子就落在我身上了。我连着看了3天，头也晕，眼也花，还是拿不准其中几件的真假。哎呀，这要是一般的东西也就罢了，可是这些物件它意义不同啊，万一在我手上出了岔子，我这老脸可就丢尽了，更是愧对那位爱国志士啊。林小姐，我知道你眼光独到，恳请您帮我看看这批瓷器的真伪，酬劳方面不会亏了你。刚好还需神眼多多见宝，才能积攒能量治我的双眼。这件事酬劳不菲，且能进一步巩固我在圈内的地位。若禅力所能及，自当尽力。不知何时在何处查验？哎呀，太好了，太好了！东西现在暂时存放在城南的集珍阁库房，咱们下午就可以过去。可以。我说这一定是官窑。你看这个花瓶，这个字挺不错的。成色也好。哎，怎么是个瞎子呀？钱老怎么会？钱老真把他请过来了。一个盲女能看瓷器，怕不是病急乱投医吧？听说他在沈会长家神乎其技，说不定真有过人之处啊。有道理。钱教授，这位是？这位是林若禅林小姐，别看目不能视，却是鉴宝奇才，尤其感知敏锐，常有出人意料之见。有她在啊，这批瓷器的鉴定会更稳妥。林小姐有劳了。这批器物是有人数10年来搜集的心血，还望2位仔细甄别。周先生放心，若禅必当尽力。咱们先看这件。凤龙泉梅子青瓷瓶赝品。看来是用真品瓶身接了赝品的底足，怪不得真假难辨。这件宋龙泉梅子青瓷瓶是赝品，瓶身是真的，但底足是后接的赝品，估价值已不剩多少了。怎么可能会是赝品啊？他眼睛看不到。这接口处确实有异样啊！原来真的有问题啊！原来是真的。林小姐果然名不虚传，请继续。这件黑釉罐，釉色乌黑发亮，器型浑厚，像是金元时期窑口的精品，可这分量似乎略轻了些。金元黑釉罐，作假赝品，深有雕色工艺瑕疵，价值低廉。阿秀，将这件罐子放稳，用布用力擦拭罐身斑纹。我操！掉色了！我的天，太深了吧！这罐子只顾着仿制形态，连基本的工艺都不达标。我竟只顾着看斑纹状态，却忽略了最基础的，惭愧啊！咱们接着看啊！不必再看了，精彩，实在精彩。林小姐果然如传闻一般，有过人之能。不过，我这位友人确实费了心血，图的是为国护宝。要是单靠你一张嘴就断定这些东西是假货，是修不过的。那寒的是谁的心呢？这可是非常重要。林小姐，你在行内有名气，这我认，但鉴宝这事儿，你够资格吗？周先生所言极是，鉴宝确需谨慎，不可寒了爱国之心。不过器物真假无关这些。两位消消气啊！大家都是为了这批宝物能有个稳妥的归宿，心情急切，所以言语上难免。
以老夫之见啊，林小姐提出了几点疑问，确实值得深究。不如咱们先看其他更稳妥的器物，毕竟还剩下10几件呢嘛。哼，这周先生反应如此激烈，怕是心中有鬼。这批回流文物恐怕水分极大，若是就此含糊过去，我的名声受损事小。这批假货日后若真以国宝之名流入市面，才是贻害无穷。既然如此，不如我们打个赌，请周先生挑一件您最有把握的器物，我当场说出判断。要是我说错了，我立刻向您和在座的各位道歉，从此再不见宝，绝不妄言。但若是我侥幸说对了，也请周先生相信，若禅并非信口开河，而是真心为辨明真伪，不辜负任何人的心血与银钱。哦，这是立下赌约了！哎呀妈，真是下赌约，这也太……就是啊。好，林小姐快人快语，有胆色。好，就依你。这里面几真几假，我记得清清楚楚。这局我赢定了。此盘是这批回流瓷器中我认为最稳妥的一件，器型规整，釉面莹润，这是典型的明代嘉靖官窑青花龙纹大盘，绝无问题。林小姐，请吧。明代嘉靖官窑青花龙纹大盘，老太盘轩后会复烧赝品。胎是老的，但上面的纹饰是后找高手重新画过，在晋窑低温复烧的。这手艺做的几乎天衣无缝，要不是神眼，很难识破。此盘确实精美，精美的工艺品罢了。很简单，盘芯与盘沿过度有脱节，这种工艺加热一下就露破绽了。林小姐，这是官窑重器，其中这般损坏，你若没有更稳妥的法子，我看这赌约也不必继续了。您放心，请准备一支蜡烛，温度不必太高，不烫手即可。好，等着。将蜡烛贴近盘芯龙纹边缘处以及青花纹饰边缘处，3秒立刻移开。这确实是顾色药界余热挥发的气味，难道这龙纹是后画上去的？周先生，您还认为若禅是信口开河，寒了爱国之心吗？爱国志士，流失海外的宝贝。周先生，你竟用如此手段，以次充好，以假乱真，还想借爱国之名谋取暴利，你简直玷污了这片赤诚。这批器物恐怕真品寥寥，建议请行业工会介入，彻底清查，以免赝品继续混淆视听，扰乱市场。你不能走，不能走！林小姐，老夫有眼无珠，险些酿成大错。今日若非你力挽狂澜，不仅老夫名誉扫地，更将助长此等歪风。从今往后，林小姐但有所需，钱某定当竭力。2000大洋也立刻送到府上。又是一大笔银元进账，眼睛也恢复了多半，太好了。林小姐，昨天吉真阁一事已处理妥当。这个周某人底细我已经派人去查过了。他虽然自称南洋侨商，但往来账目模糊，在本地也并无实业根基。他带来那批回流文物，我已联系了协会的人连夜复勘，果然10有89皆是高仿。岂有此理！有爱国之名行诈骗之实，简直太可恶了。昨天他已经走了，怕是知道事情败露，溜之大吉了。他走了，但这阵风恐怕还没停。沈会长、钱教授，你们不觉得此事太过巧合吗？林小姐的意思是，我初入古玩圈不过几日，虽有威名，但终究根基浅薄。周先生这批货显然筹备已久，所图非小。他为何偏偏在此时找上德高望重的钱教授来牵头？又为何在我介入后反应如此激烈，甚至不惜当众立誓自曝其短？这么说，他是冲着您来的？更有可能是想借此事搅乱本地古玩行的水。钱教授是协会元老，若您因为这批假货栽了跟头，
协会声誉必然受损。没错，周教授虽然已经落网了，但他背后是否有人，是否还有其他手段，我们不得不防。若真如此的话，那他们下一步会如何？继续用假货设局，还是从其他方面下手？当务之急是暗中理一理协会内外近期的人事往来、异常交易，尤其是与陌生外地客商或者突然活跃起来的某些中间人的接触，看看是否有类似周先生这样的热心人士，或者看似利润丰厚却透露出古怪的买卖。我即刻去办。协会的账目和往来交易记录，我也会亲自过目。此外，我风头太盛，怕是已经成了某些人的眼中钉。接下来，我或许该暂避锋芒，少接公开的鉴宝邀请。但若有会长或钱教授私下认为棘手、拿不准的物件，我仍可暗中相助。林小姐深谋远虑啊，处处为大局着想，倒显得我们这些老家伙莽撞了。我只是个瞎子，要想在这行当里安稳活下去，看得清楚些，总没坏处。林小姐放心，此事我心中已经有数了。你在家中也需小心，我让阿成和阿秀仔细门户，若有任何异常，立刻告知我。多谢会长。小姐，门外有人送来这个，说是让我务必交给你。请柬。劳烦会长念一下。诚邀林若婵小姐于明晚8时，莅临阅兵楼天字1号雅间，参与私人珍玩品鉴。届时将有海外回流重器承揽，恭候大驾。发起人罗世谦。罗世谦，这个人好像是个新兴的掮客，近半年颇有名气，竟做一些来历不明、利润惊人的买卖。他怎么会突然找上林小姐？海外回流重器，这套说辞倒是与那周教授如出一辙。阅兵楼天字1号倒也是真的舍得下本钱，看来这山雨比我们想的更早些。林小姐，久仰大名，这位想必是沈将军之女墨轩小姐，幸会幸会，二位肯赏光，是我荣幸之至。罗先生客气了。啊，请坐。听闻林小姐目不能视，却慧眼如炬，接连识破高仿赝品，连那周某人精心设的局都瞒不过您。罗某心生敬佩，特准备几件小玩意儿，想请林小姐品鉴一二，也顺便交个朋友。罗先生过奖，不知是何宝物？这是朋友从南阳带回来的，说是明代宫廷旧藏。林小姐，请上眼。玉质上乘，确是真品，不过这底座是后配的，倒是拉低档次了。厉害，果然厉害。那请看第二件。酒料残补，赝品。此话为假，只有角落山实处是真品所补。看来那些寻常的试探，对您而言毫无意义。林小姐是聪明人，那周某人的把戏你看穿了，我这两件东西的底细你也摸清了。明人不说暗话，我今天请林小姐来，并非只为鉴宝。愿闻其详。国内所谓的藏宝回流，10之8九是骗局，真正的好东西都在往外流。我有门路，能把国内的真品神不知鬼不觉运出去，换成大洋，同时用高仿赝品顶替留在国内，应付那些所谓的爱国志士和行家，里外里利润何止10倍。林小姐有这般神技，若能与我合作，负责
甄选珍品，监督仿造，确保天衣无缝。你我联手，何愁不能富甲天下？沈会长什么都不用做，只要睁只眼闭只眼，大头我自会奉上。罗世谦，当着我沈墨轩的面，你敢干这卖国求荣的勾当？沈会长，不用装大义凛然，真到饿肚子的时候，祖宗牌位都能劈了当柴烧。今日既然请沈会长前来，我就做好了破釜沉舟的打算。林小姐，你一个孤女瞎子，就算有天大的本事，在这世道又能走多远？跟我合作，钱权势唾手可得，是继续当个被人猜忌的奇女子，还是做翻云覆雨的幕后高人？你可想清楚了。罗先生，我林若禅虽是个瞎子，却也分得清黑白，认得清祖宗。哦，我的能力是上天所赐，只敢走正道，不敢也不能动歪心思。若禅说的没错，今日我若为钱财与你同流合污，我又怎么对得起上天赐我的天赋？林小姐，乱世之中，良心最不值钱。罗先生，道不同，不相为谋。这合作是我不能从逆，不仅不从，日后若叫我知晓你还在行此倒卖勾当，我必倾尽全力揭穿你每一桩生意。罗世谦，你再动心起念做此恶事，我不管你背后的势力有多强大，我现在就能送你上路。哈哈哈哈哈哈！好，太好了。林小姐，沈会长，方才多有得罪，罗某在这给二位赔不是，抱歉。罗先生，您这是？实不相瞒，罗某最初确是一心做文物回流，当年目睹国宝流失，痛心疾首，立志要将散落海外的好东西接回来。可这行当水太深，我满腔热血回来，遇到的十有八九是周先生那般人，拿假货充国宝，骗钱骗名，我心灰意冷。前几日偶然听闻，周某人在极真阁被一位蒙眼姑娘当场揭穿，我就留了心，细细打听，方知林小姐种种不凡。今日设宴，以假货相示，又以言辞相逼，实则是想看看林小姐到底是如传闻中神乎其技，心有原则，还是与周某之流并无不同。所以方才那些合作倒卖的说辞也是试探。正是，若林小姐方才有一丝动摇，那罗某立刻送客。还有沈会长，沈家现在风头大盛，整个四省如沈家囊中之物。若沈会长是贪图名利的人，我们再有壮志热血，终是起不了什么风浪。罗先生的试探，未免太过折腾人。还请沈会长见谅，形势所迫，不得不谨慎。况且我如此大费周章结识林小姐，确实不只为交朋友。罗先生还有难处？我因常年跑海外运输，确实被东洋盯上了。他们威逼利诱，想借我的渠道，把国内真正的重宝转移到东瀛。我假意答应，暂且稳住他们，但这不是长久之计。东瀛，我父亲曾经率部与东瀛交战，短短3日便大退敌军，从此便对我沈家军退避三舍。如今这贼子之心又蠢蠢欲动，不如直接率兵会这弹丸小国。沈会长，怕是不妥。他们这次十分谨慎，仅仅使用文物交流的名号，我们兵出无名啊！这次只能看林小姐的了。他们很快会送来第一批货单，那些东西件件都是国之重器，若真从我的手里流出去，我罗世谦万死难赎其罪。可我势单力薄，对方在租界势力庞大，硬扛不得。我需要林小姐帮我辨别他们可能混在真货清单里的陷阱赝品。更关键的是能想办法，既能瞒过那伙东瀛人，又能真正保住国宝。
原来如此，这才是真正海外回流微具。神木之力或许正该用在此处。罗先生的意思是，明面上配合他们运宝，暗地里我们偷梁换柱。正是。用高仿代替真品运出，真品秘密留下，但这需要极高的仿造工艺和绝对精准的鉴别能力，确保瞒天过海。工艺我可暗中寻访名家，但这最后的把关人非林小姐不可。此事风险极大，若林小姐应允，我沈家军必全力护你周全，大不了就率兵再打过去，区区弹丸小国有何畏惧？罗某不敢强求。林小姐，你已表明心迹，罗某敬重。此事关乎重大，你可愿再赌一把？为了那些可能流失的祖宗珍宝。若禅，你的眼睛……这怎么回事？林小姐，你的目疾，或许是上天眷顾，也或许是心有所念，气有所通。这段时日专注于古物气运，前些日子便觉眼前朦胧似有微光。今日与二位在此共商护宝大计，心神激荡之下，忽然便看清了。太好了，若禅，真是太好了！如今我既已复明，便更能为大计尽一份力，所以这赌局我接了。不过安全起见，我仍会以盲女形象示人，希望二位能帮若禅保密。老陈，这是最后3件了。东瀛人的清单上午刚送到，除了这件西周魁文鼎，还有1件战国玉璧，1件唐三彩马。胎土和优料的仿就，火候是关键。老陈师傅的手艺登峰造极，但做旧还不够。按我上次说的，用调配的做旧水再熏蒸一遍。林小姐，你这做旧的本事简直神了呀！就连这泥料里边该掺多少老木土，用水该晾多久，都说得一清二楚的。我干这行已经40年了，还是头回见人这么教做旧的。老陈，咱们现在时间不多了，东瀛人催得紧，传期就定在下月初5，我们必须在那之前把这3件以假乱真的宝贝准备好，同时还要把真品安全转移。真品现在何处？按你的建议，分了3处，都是绝对可靠的地方，每一处都有我们的人日夜看守。现在只等仿品完成，确认无误后，在交接前进行调换。罗先生，约定的时间已经到了，我希望看到你的诚意以及能力。如果连最基本的真假都无法鉴定，那我们接下来很难合作。藤田先生，稍安勿躁。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特意请来了一位鉴宝高手，他的能力比任何仪器都可靠。你就是那个盲女鉴宝专家？人传虽然目不能视，但心如明镜，是真是假，一看便知。藤田先生，您早有耳闻。罗先生，我的消息远比你想象的灵通，所以别给我耍花招。罗先生，请你的高手看看吧，我的时间宝贵。扶我坐下。仿的，右面火去未退，做旧手法尚可，但胎骨生一虚浮。画纸是老的，但墨色浮于表面，气息驳杂，是一张老纸新画的作品。这件是真品，战国玉器，做工精良，保存完好。这个看看。
前体是珍藏钱，但边缘磨损是人为加工，冒充珍藏款。哈哈哈哈哈哈！哎呀，了不起，陆先生，你果然找到了高人。林小姐果然名不虚传。那下月初5，码头第一批货，按照清单，我希望你们的准备也能像林小姐的眼力一样让人信服。好险啊！最后这枚钱币是他临时起意试探。林小姐，你又救了一次场。他带来的3件，2假1真，也是在试探我们的底线和能力。看来他对我们并不完全放心，交接时必会仔细查验。所以，我们那3件仿品必须毫无破绽。接下来就看老陈和我们的调包机了。林小姐，真品就在这里，仿品在后面的车上。按照计划，需要你进行最后一次校准，确认仿品足以乱真，然后我们连夜调换，将真品立刻转移到2号安全点。来，林小姐，请。林小姐，我尽力了，特别是这尊唐三彩马，有色流动和开片，我参照了林小姐所说的方法，应该差不多了。顶可以。玉璧需再用古玉氧气粉在锦盒内熏染12个时辰。三彩马，马腹下左侧釉色过度，再补一道极淡的灰绿，模拟墓葬底层水沁。现在立刻做。现在可以了。若非提前知晓，即使行家上手，一时半会儿也无法定论真假。好，行动。老陈，你们护送真品去2号安全点，路上千万小心，绕路走。接下来就是码头那场戏了。罗先生很准时嘛，货呢？都在这里，请藤田先生验货。这玉璧的青色边缘似乎有点过于均匀了吧？出土古玉，沁色本就千变万化，何来均匀之说？这位先生若是不信，可以问问我的鉴宝石。林小姐，请。老陈做旧时，那里的颜料稍厚，形成细微的色层，肉眼难辨，但在强光侧照下，反光略有差异。这位先生所见，可是在玉璧左侧边缘对着光看，有一丝比周围略深的线，那不是作为痕迹，而是玉器在埋葬时紧挨着另一件金属器所形成的特殊的金属沁。真品往往会有这种不规则的半生沁，若是不信，可以拿10倍放大镜细看内线的末端是否与玉器自然融合。确实是自然侵入的痕迹，很罕见。
但是符合逻辑，看来是我孤陋寡闻了。林小姐果然名不虚传，连我请来的专家都能指教。好，货没问题。嘿，这是第一批货款，罗先生，合作愉快，希望下一次一样如此顺利。当然，船已经准备好了，可以随时出发。合作愉快。合作愉快。嘿，嘿。藤田虽然收了货，但看他的眼神，根本不信。这几天码头上多了不少生面孔，估计是他们的人。租界近日也不太平，东营浪人闹事，巡捕房都绕着走。北边局势也是一天比一天紧张，怕是要出大事。他们盯得紧。第二批货单什么时候要？就这2天，这次要的更多更重。商周的青铜礼器，汉代的玉器，唐代的金银器，还有一些宋元书画，件件都是博物馆级别的镇馆之宝。这些东西不能走。东瀛人现在还没有撕破脸，用的都是收购保管的名头，我们得用别的办法，拖、换、藏。怎么藏？东西在哪儿？他们估计早就摸清了。各大收藏家、博物馆，甚至一些没落的王府旧宅，估计都上了他们的单子。所以得让这些东西消失。唉，我联系了一下我的旧友，他们也有类似的压力。我们暗中串联，把最紧要的一批珍品，以展览交流的名义，秘密南运或者西迁，仿造和调包，只能救急，救不了根本，得给这些国宝找一条真正的出路。林小姐，我需要你帮我做2件事。第一，就是尽快甄别第2批货单上的东西，哪些是绝不能流出的核心，哪些可以用高仿顶替。第二，在转运过程中，有些东西可能临时需要隐藏或鉴定，你的眼睛至关重要。这个就是这件战国错金青铜壶啊！这以前是河北刘家的旧藏，前年我还见过，绝品啊！这可不能落在敌人的手里。我家那对元青花大罐也在清单上，祖上留下的东西卖可以，被抢走不行。我在租界有几个相熟的洋行经理，可以探探东瀛人的动向。最近他们在大量收购药品、棉纱，货运紧张，文物转运或许能混在里面。钱教授、赵老板、孙太太，感谢各位此时能来。此时风险极大，无关利益，只关文脉。林小姐，你不必多说了，老夫迂腐半生，若此时再牺牲，我还有何面目去见底下的祖师爷呢？我赵家世代经商，但也知道有些东西比钱重，需要钱，需要地方藏东西，我赵某义不容辞。我那些股份人脉，这时候不用，难道要等东西搬空了再用吗？这样，我们分头行动。钱教授，您学识最渊博，请您根据清单，结合各地博物馆、大藏家的实际情况，列出一份核心保护名录，分出轻重缓急。赵老板，请您利用商路，暗中联络可靠的运输队伍，不要用熟面孔。孙太太，租界和洋行的消息就拜托你了。好。这是紧急转移过来的第1批，一共6件，路上不太平，磕碰难免。现在急需林小姐确认品相，并决定哪些可以立刻用仿品替换原件，就地隐藏。青铜绝商是新，不宜再运，用高仿替换，真品就地隐藏。预存完好，列入下一批南运名单。这幅画受潮处
必须立刻请专业修复师修复，没有修复好前不能离开。罗先生，不好了！我们刚联系的走水路的那条船队，刚得到消息，他们的船在乌松口被拦下了。虽然没查到什么，但是明显加强了对水路的盘查。那陆路呢？陆路的关卡也增多了，特别是西边和南边的要道，对货物盘查严了很多。既然明路难走，有没有人想过走暗路？我小时候听跑江湖的老人说，这海城滩底下不只有排水沟，还有早年留下来的废弃通道，有些甚至能通到城外。地下通道？林小姐，你可知道具体位置？这个很快就能知道。我知道了，从这向西12里的废弃厂房，墙体角落下面应该有一条废弃的排水渠，正连通着老城乡地下的暗道网络。从入口进入便是四通八达的密道，其中的一条直通城外废弃仓库。林小姐所说可是真的？从我认识林小姐起，林小姐每句话从无半点虚言，我信。不过，林小姐，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这地方连我这个老海城人都没听说过。林小姐真神啊，跟亲眼看到似的。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路找到了。好，我们回去收拾一下，随时准备密道转移。小姐，沈会长派人传信，东营人那边有新动作。他们以保护文物、免受战火为名，向几家大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发出了代为保管的通知，态度强硬。软的不行，要来硬的了。还有，租界里一些和我们有联系的洋行也受到了东营商社的压力，要求中断和我们的非常规运输合作。看来，地下通道必须尽快启动。阿成，去请沈会长和罗先生，我们必须提前行动。前面一段比较低，要弯腰，小心头顶。这什么地方呀？稳住，别慌，老鼠怕光怕人，继续走，别停。跟上。好。快走，快走。是我们该走哪边啊？左边好像更宽敞一些。时间紧迫，走左边，安全第一啊！等等，怎么了？前面不对劲，可能有塌方或者积水。我先去前面探探路。前面路都塌死了，砖石都堵死了。我过去的时候，石头还在往下掉，差点把我砸死。我的天啊，太厉害了！林小姐，你真的太厉害了，居然知道左前方有塌方，你救了我们所有人啊！是啊，大家没事就好。那咱们走右边吧。大家没事就好，那咱们走右边吧。前面太窄了，一个人过去都费劲儿，更别说扛着箱子过去了。这箱子比通道要宽，硬挤的话会磕坏文物。已经走这么久了，总不能退回去吧？路还很长，现在前面都很窄，只有一个办法，所有人把箱子拆开，贴身携带里面的文物，一件一件搬过去。也只能这样了。不过这批书画和玉器本身就不大，小心包裹着，人是可以带着过去的。哎，出来了，太好了，成功了，都出来了，第一批总算出来了，6件国宝，一件不少，安全抵达。这里是郊区，相对安全，接应的车应该马上就会到，会直接送他们去城外的秘密仓库，然后等机会继续南运。罗先生、沈会长，海城打起来了！今天凌晨，东营海军陆战队在闸北虹口同时动手了，枪炮声很密，城里全乱了。这么快？看来这东营又来自寻死路了。现在最重要的是人。沈会长，罗先生，
现在城里情况不明，你们不能回去，尤其是沈小姐。沈将军现在一定在带兵冲杀，你回去只会陷入危险。阿成、阿秀，你们立刻护送沈会长和罗先生去安全屋。联络员，告诉城里的弟兄，东西可以不要，人必须撤出来。可剩下的文物，还有那么多人在清单上。我会回去，我是盲女，外人不会对我设防。我对那些东西最熟悉，知道哪些必须抢出来。陈爷给的地图我也记在心里了。城里现在很乱，反而可能是机会。趁乱，我能带出去最重要的东西。不行，这太危险了。这是我的选择，有些事总得有人去做。阿龙、阿虎，你们熟悉地下通道，敢不敢再跟我走一趟？陈爷交代了，都听宁小姐的。走。林小姐，林小姐，这是刚刚在刘老先生那里找到的。我过去的时候，刘老先生已经牺牲了。是剑，一柄汉代玉巨剑。我们一定要替他们把这些宝物保护好。走。是商会的人，伤得不轻。先救人，我看看东西还剩多少。东瀛兵冲过来的，抢走了大部分，我们拼死藏了几件在最里面那堵夹墙。阿虎，帮他们包扎伤口，准备撤。阿龙，跟我来，把夹墙后的东西挖出来。伤中重器，还好，还在。不好，是巡逻队朝这边来了！快，从后墙破口走，那边能通到我们之前用过的一个地下道入口附近。我们这次带出来多少？剑一盒，青铜器4件，加上之前送出去的6件，一共11件。还有刘公馆和王教授家那边。我知道了，能救一点是一点。城里消息，沈将军率部全力抵挡，奈何仍有内贼暗送敌军进入城中，已经守不住了。王教授居家藏书，被杀害了。刘老先生一家下落不明，公馆被占。我们所知道的几个秘密库房，大多被劫掠或毁坏。还有虎哥，虎哥他应该东瀛人后没能回来。那我父亲沈将军无恙，已率部队退守，急待时机。我是好样的，王教授、刘老先生，还有所有抗争的人，都是好样的。我们做的事没有白费，这是一件东西，就是火种。可是海城快要守不住了，这些火种下一步往哪里送？该怎么送？东瀛人已经全面封锁了交通要道，只要东西在，人在，文脉就不会断。罗先生，您之前说的南运西迁计划必须立刻启动，不能再等了。走地下通道只是应急，大批量转移必须另想办法。陆路和水路都被看得死死的，空运咱们根本接触不到。或许还有一种可能，马车，城里几家老字号的运水车、粪车，
还有往城外送菜的骡车。这些车走的是城乡之间的老路，不走官道大路。每天黎明黄昏固定进出，看关卡的伪军和东营兵都认识，嫌脏嫌臭，很少仔细查。对，这类车老板我认识几个，可以化整为零，用马车分批把东西运出去，到了镇江芜湖一带，再设法集中转运。是个办法。我这把老骨头还能写能画，我可以负责整理文物资料，伪造一些假的鉴定证书和来源文件，迷惑可能遇到的盘查。我和我地上的兄弟们负责联络、护送、警戒。我负责确认每一件文物的真伪状态，以及在必要的时候为他们化妆，让真的看起来像普通的工艺品、旧货或者仿品。好，诸位，咱们在这儿不是做生意，也不是搞收藏，是守根。是啊，守根。我这一辈子摸过的古物比见过的人还多，直到临了，我才明白，这些东西不是摆出来看的，是连着命的。我们不能让他们断了，让他们散了，要不然往后我拿什么去跟我的学生讲？拿什么去见送这些东西来的人？我赵家世代经商，信义是本分，可要是根都让人给刨了，挣再多的银子也都是给别人攒的。算我一个，要钱出钱，要人出人，就是豁出去这条命，也要把该守的给守住了。我一个富人家，不懂什么大道理，但我知道，自家堂上的东西，若是被外人硬抢了去，这日子就过不下去了。我那些股份人脉，平时争利用得上，这时候争命也该用得上。我也算一个。林小姐，各位东家，你们指哪儿，我们兄弟就打哪儿，绝不含糊。诸位，家父镇守此城20余载，常说城破了能再修，人心散了就完了，文脉若断了，根就没了。沈某愿以家父所授之力，与诸位共进退。城外有将士守土，这城里的东西就由我们来护。文物南迁，火种西传，只要有一息尚存，绝不让祖宗之魂断送在我辈手中。老崔，这位就是林小姐，事情我都跟你交底了。赵老板，咱俩打交道又不是一天两天，你为人我信，但是这活儿要掉脑袋的呀，这运的不是货，是雷呀。老崔，运的确实是雷，但炸的不是你我，是想炸断我们祖祖辈辈根脉的人。况且我们付的也不是寻常运费，而是买路钱，更是托付身家性命的酬劳。东营人卡得死，别看现在已经是在郊外，外围仍有伪军，看着不严，那是没有撞上要紧的。我这水车天天进出城，脸熟，可万一他们翻了呢？我们规划了3条路线，随时可变。安家费按之前说的3倍，先付一半，另一半等到了地方，有人接头付清。万一出了事，剩下的一半照付给你家里人。这活儿我接了，都放到菜缸里吧。老崔，一切就拜托了，接头地点和暗号一定要记牢了。放心，快！小姐，你喝点汤吧，你今天一天都没怎么吃东西。阿秀，辛苦你了，你也早点休息。小姐，是东营人。去开门，别慌，见机行事。小姐，是东营人。林若婵小姐在吗？我就是。林小姐，鄙人是小野四郎，东瀛帝国陆军少将，久仰林小姐鉴宝神技，今日特来拜访。小野先生深夜来访，不知有何见教？听闻林小姐虽目不能视，却能辨古真伪于执掌之间，堪称奇人。
我们司令部收藏了一些从各地收集来的中国古物，希望请林小姐前去帮忙鉴别整理，这也是为了保护贵国的文化遗产，免受战火损毁。小野先生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我一介草民，能力有限，且近日身体不佳，恐怕难以胜任。小姐，小姐，你们干什么？林小姐，这位是伺候您的丫鬟吧？听说很得力。我们请人做事一向讲究诚意，如果林小姐不肯帮忙，那就后果自负了。放她走，我答应。明智的选择，林小姐。去找沈会长，什么都别说，保护好自己。进屋说吧。小野先生，有话直说吧。好，林小姐是爽快人，那我就直说了。我们听说林小姐不但鉴宝能力超群，而且在海城的收藏圈子里也颇有声望，与沈墨轩交情匪浅。我只是个瞎子，偶然帮过他几次，谈不上什么交情。过谦了，如今时局动荡，战火无情，许多珍贵的文物散落在私人手中，非常不安全。我们帝国出于对东亚文化的尊重与保护，希望能够将这些文化遗产集中起来，妥善保管，避免毁于战乱。所以，我们希望林小姐能发挥您的影响力，来说服那些海城有分量的藏家，主动将他们手中的珍贵文物交出来，由我们统一保管。这样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冲突和损失，这样大家和和气气，不是很好吗？说得好听，无非是想名正言顺的掠夺，让我当这个帮凶，去劝同胞交出祖传之宝。小野先生，收藏家视藏品如性命，更是家族传承，让人主动交出，恐怕很难。所以才需要林小姐这样的人帮忙劝说。我们知道，有些藏家对你们中国人自己的政府都已失望，对我们更是抵触。但林小姐不同，您是靠本事说话，他们敬重您，您的话或许比枪炮更管用。而且我们是真心想帮助林小姐，你的实名实在是鉴赏界的一大损失。我们关东军有最好的军医，在眼科方面很有研究。还是让军医看看吧，这布条终日蒙着，想必也不好受吧。这老狐狸终究不信我。幸好之前发现神眼还有能力帮我的双眼伪装如从前。小野先生，这是做什么？是欺我目不能视，连最后的体面要夺去吗？失礼了，林小姐，是我太心切，我想看看有没有恢复的可能。林小姐，我是真心想帮助你。小野先生，你我都不必拐弯抹角，不就是想看我真正能力如何？器物呈上来便是。林小姐果然爽快，把东西拿进来。林小姐，请。今
珍品。宋代民谣青瓷互补。宋代民谣青瓷，底足后配，工艺拙劣。赝品。假货。小野先生，如果你们所谓的保护就是把真品、仿品、残品、垃圾混在一起，那么即使藏家们把东西交出来，恐怕也难逃损坏混淆的命运。这样的保护如何让人信服？林小姐果然厉害，一眼一指便看出问题。我们就缺林小姐这样的专业人才。如果林小姐肯协助，帮我们理顺这些藏品，建立规范的保管体系，将来展示给那些藏家看，他们自然会明白我们的诚意。想让我先替你们整理赃物，再去骗同胞，休想！但硬扛不行，此事关系重大，我需要时间考虑。林小姐需要考虑多久？至少3天。我可以先试着帮你们梳理一部分藏品，看看是否真有合作的必要。可以，但林小姐，请不要耍花样。你的丫鬟，还有你在乎的那些人，你明白的。我明白，我只想保住我在乎的人，和尽可能让东西得到妥善对待。期待林小姐的好消息。你们留在这儿，好好保护林小姐。这么好的东西，难道真的要眼睁睁看着他们流落东瀛国？这是意识空间。太好了，神野又赐予我一个意识空间。小野次郎，你不是要我鉴宝吗？我一定好好鉴，鉴别出那些真正的国宝，一件都不留给你。小姐她是为了我才会被他们囚禁的，她让我来找会长，说保护好自己。东瀛人这是明抢不成，该绑架了。他们就是想利用若禅的名声，逼藏家们就范。得赶紧把林小姐救出来，她在东瀛人手里多待1天，就多一份危险。可若禅家现在守卫森严，硬闯是送死啊！小野次郎这个人，我知道，他表面斯文，实则心狠手辣，酷爱收藏中国古物，但他的眼力一般，经常被赝品所骗。他找上林小姐，一是看上她的能力，二是想借她收拢人心。大家先别慌，若禅不是寻常女子，她心思缜密，绝不会坐以待毙。这次她让阿秀来找我们，就是信号，她一定是在等待时机，也一定给我们留好了周旋的余地。沈会长的意思是，小野既然要用若禅的名声，短时间内就一定不会伤害她，但她一定会严密监视，防止我们轻举妄动。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救人不能硬来，得靠配合。首先，我们得先见到若禅，确定她的处境和想法。阿秀，明天一早你跟我一起去。会长，您亲自去，太危险了。我是古玩协会会长，也是将军之女，有名望有身份，我去合情合理，也比你们去更安全。这次去，我一定要见到若禅。不错，见了面才能知道若禅到底怎么想的。我们在外面的人应该如何接应？那沈会长，你去的时候言语务必谨慎，东瀛人多疑。我明白，须以威仪见机行事。赵老板、孙太太、钱教授，
你们几位暂时不要露面，但你们暗中一定要联络其他可靠的藏家和朋友，但切莫声张，一切如常。劳烦通报小野先生，就说古玩协会沈墨轩前来看望林若禅小姐。小野先生有令，人和人不得谈事。还是劳烦通报一声吧，就说沈某有要事相商。哼，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再不走。报告，对沈会长不得无礼。沈会长，你也是来看望林若禅小姐的？听闻昨夜小野先生来拜访林小姐，林小姐目不能视，平时生活起居都由阿秀悉心照料，片刻离不得人。我特将阿秀送回来，也想当面探望林小姐，看看她状态如何。沈会长真是周到，林小姐也是我们的客人，我们自然会妥善照顾。不过，沈会长对这位林小姐似乎格外的关心。林小姐虽身有残疾，却身怀绝技。于公，她是我们古玩协会难得一见的人才。于私，我们一见如故，早已将对方视为异性姐妹。况且，林小姐若能安心为贵部工作，对厘清文物，避免明珠暗投，也是好事。沈某此举也是想成全贵部的美意。要不是为了若禅，我今天就是死在这里，也得取了你的狗命。沈会长深明大义，既然如此，里面请。林小姐，沈会长来看你了，还把你的丫鬟带来了。墨轩，若禅，你怎么样？不用担心，鉴别古物需凝神静气。小野先生只是担心外人来打扰我。小野先生，阿秀对若禅至关重要，可否就让阿秀留下来照顾，我也好放心一些。当然可以。林小姐目前的工作主要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贵国的文化遗产，希望沈会长和你的朋友们多多理解和支持，不要做些令人误会的举动。尤其是林小姐的身份特殊，现在又是特殊时期，以免影响林小姐的安全以及我们之间良好的合作。小野先生放心，我们都是爱惜古物之人，自然希望他们得到妥善对待。沈会长是明白人，那你们聊，我还有些公务。林小姐，晚些时候我会让人送第一批需要鉴别的物品过来。墨轩，长话短说，小野想让我鉴别他们抢来的文物，并让我出面劝说那些藏家可以自己供出藏品。我假意思索，争取了3天时间，和这个相对独立的小院。我们已经猜到了，你想怎么做？硬扛不行，但绝对不能助纣为虐。我有2个想法：第一，在帮他鉴别时，暗中记录下他们掠走的文物清单和特征，这些将来或许能成为证据。对，留底。第二，利用鉴别过程找机会调换真品，但必须极其小心，需要外应。外应如何安排？阿秀可以传递消息，我会让他进出采买一些日常用品，这是机会。但阿秀不能直接去找你们，太显眼，需要中间地点和稳妥的人。让阿秀去城西李记杂货铺找黎掌柜，就说是神府要买上好的陈年普洱，他是我们的人，绝对可靠。消息就夹在茶叶包的夹层里。好，另外需要你们在外面做几件事：第一，摸清这里的人员换岗和巡逻时间，尤其是夜间；第二，准备一个紧急撤离方案，万一事情败露，我和阿秀需要立刻能走；第三，继续文物转移，不要停，不能因为我这边耽误了大事。若禅，你墨轩，个人安危事小，文脉传承事大。小野还不知道我的眼睛已经恢复，他对我一个瞎子也不会多有提防。我在这里周旋，既能暂时稳住东瀛人，也能从内部获取情报。我们里应外合，不仅能自救，或许还能给他们制造一些麻烦。那你好生休息，缺什么就让阿秀告诉我。协会那边还有事，我就先告辞了。
会长慢走。怕吗？跟着小姐，不怕。小姐，我们一定能出去。一定能。林小姐，这些物件可有头绪了？小野先生送来的这批东西良莠不齐，这件青铜尊倒是一件珍品，西周晚期，纹饰清晰，只是这件青铜尊的底部有修补痕迹，所以价值打了折扣。不愧是林小姐。那么这一枪呢？这些是从一位老先生府上接手的，据说是家传之物。林小姐看看，可有什么珍品？阿秀，清墨画作，珍品。这幅画只是老的，墨色浮于表面，比例也弱，应是清末明初的摹本，价值一般。哦，那位老先生可是信誓旦旦地说这是宋画。收藏之人常因真爱而高估价值，真假终究要看东西本身。那以林小姐看，现在海城里哪些私人收藏值得我们重点保护啊？真正的试探来了。收藏一事，素来秘不示人。即便我知道几位藏家手中有些好东西，也难保他们不会提前转移，或者以假乱真。所以我们更需要一份更精确的名单，以及他们的弱点，比如哪位藏家最重名声，哪位怕祸及家人，哪位可以利用。林小姐尽引此权，想必清楚。这已不只是夺宝，是要诛心呢。小野先生，见宝我行，揣摩人心，非我所长。况且我目不能视，平日交往有限，所知实在不多。林小姐过谦了，您虽看不见，却比许多明眼人看得更透。这样吧，明德的事先不急，你可以慢慢想，我们先处理眼前这些。这里面的东西非同一般，是我们通过几个特殊渠道获得的，跟军事有关。上级希望林小姐帮忙看看，这其中有什么信息。军事有关？他们想让我看什么？这些是从一些抵抗分子据点搜出来的，我们怀疑他们通过古玩以及仿古物品传递情报。林小姐精通古物，所以请您看看，能看出什么门道。看来东瀛人不仅想掠夺文物，还想破解可能隐藏在古玩中的抗营情报。帮派信物，珍品。这令牌是民间帮派的信物，年代不过20-30年。这上面的符文是曹帮旧迹，与军事无关。曹帮早年在运河跑船运输的帮会，如今早已式微。这令牌或许是某位老帮众的遗物。那这盒子里面的竹简呢？这刻痕很新，是做旧的，符号杂乱无章，像是故意混淆视听。等等，其中一个符号的刻法与沈会长曾经给我摸过的一枚印章边缘暗记很像。这难道是我们自己人留下的线索？这些竹简刻痕粗陋，符号不成体系，像是胡乱刻画，又经人为做旧，不似古物，也不像正经的密码载体。那这账册呢？这6夹层，难道藏了东西？这是普通的货物流水账册，记录一些棉纱药材往来，墨痕时间不一，应是用了几年，并无特殊之处。林小姐确定这3样东西都无用？就古物鉴别的角度，价值很低。至于是否藏有其他信息，若产眼盲，仅凭触感气息判断材质、年代，更深刻的符号，实在是无能为力。好，
林小姐辛苦了，晚些时候我再送一批过来。希望林小姐尽快进入状态，毕竟时间不等人。我们走。小姐，那账册……账册可能有蹊跷，但我不能当场点破。阿秀，我需要你明天出去一趟。掌柜的，有上好的陈年普洱吗？我家小姐要喝。陈年普洱有，不知道小姐要哪个山头的？要勐海的，10年以上。里间请，我给您看看样子。阿秀姑娘，林小姐可好？小姐暂时安全，但东瀛人逼得紧，他让我传话：第一，东瀛人最近在搜集海城藏家名单，想威逼利诱；第二，他们最近搜到了疑似与抵抗活动有关的物品，其中就包括一本货流账册。小姐怀疑账册有夹层或暗记。第三，东瀛人催得急，近期可能会有大动作，目标是几处已知的博物馆、库房和大藏家。还有吗？小姐说她会在鉴宝时尽量记下被掠文物清单。另外，小姐需要外应，摸清静心斋的外围巡逻换岗时间，准备紧急撤离路线。林小姐深明大义，你回去告诉林小姐，名单我们现在安排相关人员能藏就藏，能转移早转移。账册的事我立刻上报。撤退路线和巡逻时间，罗先生的人已经在侦查，马上就会安排好。务必让林小姐照顾好自己，我们一定想办法把她救出去。我记下了。另外你也要小心，下次再来，柜台的右下角如果放一小盆白色的菊花，表示安全；如果是黄色的菊花，表示危险，不要靠近。明白。这茶包你拿好，地道的勐海普洱。多谢掌柜。李掌柜说的对，我们不能光等。东瀛人步步紧逼，我在这里鉴宝拖延，虽能拖延一时，但终究被动。小姐，你想做什么？我得主动一点。小野最近常来催问藏家名单和那批军事相关物件的门道，说明他心焦，心焦就容易有破绽。我要借可有重要线索，要当面汇报，让士兵带我去他办公的地方找他。小姐，这太危险了，万一……正因为他觉得我是个瞎子，才更不设防，看不见，有时候反而是最好的掩饰。站住！我是林若禅，有重要线索，需要立刻向小野先生汇报。关于那批竹简和账册。林小姐，稍等一下，我进去通报一声。小野先生，林小姐到了。好。林小姐，你怎么亲自来了？有线索，让阿秀通知卫兵即可。事关重大，恐转述有误，而且我发现了一点，关于海城可能藏有重要文物的地方，想当面说。原来如此。林小姐，请进。阿秀，你在外面等着。林小姐，请喝茶。你说有藏宝线索？昨日鉴别那几件曹帮令牌时，我触摸到其中一枚内侧有极细的刻痕，不是符文，倒像是地图。结合我早年间听到的一些江湖传闻，闸北老码头附近有一处曹帮早年间用来囤积私货的隐秘地窖。据说里面不仅藏有他们的帮会财物，可能还有一些古董。位置大概在废旧3号码头西侧临水的一排仓库后面。哦，
具体是哪个仓库？林小姐是否还记得更加确切的位置？时间太久，我也只是听跑江湖的老人醉酒后提过几句，说是地窖入口伪装成排水渠的闸门，钥匙好像是一枚特制的铜钱，但早就不知所踪。不过，如果小野先生派人去仔细搜寻，以军用工具，或许能强行打开。很有价值。林小姐果然没让我失望，我这就安排人去查。登陆，他们要打海州湾，这是下一步的进攻方向。小野先生，这茶……对不起，我真是笨手笨脚。没事，林小姐，不必如此，我来处理。无妨，一份普通的简报。林小姐没烫着吧？没有，真是抱歉，打扰您了。线索我已经说完了，那就不多打扰了。好，林小姐，您赶紧回去休息。您提供的线索，我会尽快安排人落实。小姐，没事吧？我没事。阿秀，准备纸笔，要最小的纸。好。营军计划海州湾方向登陆，时间约在下月初，具体地点有。部队代号，物资正向此区域集结。闸北码头西侧曹帮旧窖为虚，可设伏或转移其注意力。把这个藏好，明天一早就去李记杂货铺交给李掌柜。记住，万一出现意外，立刻吞掉纸条，绝对不能落在东营人手里。小姐，您放心，我一定送到。掌柜的，我家小姐说上次的普洱很好喝，再要半斤。另外，再要些上好的朱砂。好嘞，里边请，给您拿今年上好的朱砂，看看成色。好。小姐让我把这个务必交给你。这是营军的作战情报，林小姐，她怎么得到的？这太重要了，这比任何一份古董情报都太要命了。我立刻送给沈将军。小姑娘，你回去告诉林小姐，她送来的不是情报，这是救命的火把。这上面标注了营军作战目标，至关重要。我会通过秘密渠道送出去，请她务必坚持住，保重自己。掌柜的，小姐什么时候才能出来？东营人逼她逼得越来越急了。营救计划我们已经安排好了，罗先生在若禅家外围已经摸清了，巡逻人员每2小时换一次岗，换岗前后有5分钟的间隙，这个时间防守最松懈。我们定在3日后的子夜，到时候以窗外升起一朵绿色烟花为信号，你们准备好，看见烟花你们就出去，我们的人会在外墙翻入，把你们接出去。路线和车队的车辆都已经安排妥当了。3天子夜绿色烟花。对，务必让林小姐这3天一切如常，切莫引起怀疑。我们的文物转移工作也会适当调整，来吸引一部分营军的注意。我记住了，谢谢掌柜，谢谢大家。
我们该谢谢林小姐才对，告诉她很多人都在等她平安归来。3天后，绿色烟花。小姐，我们一定能逃出去的。一定会的。换岗时间还有1刻钟，记住，我们的时间窗口只有换岗的前后5分钟。小顾，烟花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3枚绿色响箭，保证又亮又响，能把鬼子注意力吸引到东边去。好，阿龙，一会儿等烟花响了，你们就用戒了麻药的水箭放到门口的守卫，动作要快，不要出声。我和小顾翻墙进去救，到时候我们在计划的小巷撤退。明白。小姐，你说那信号真的会来吗？他会不会出什么意外？会的，李掌柜和罗先生都是稳妥的人。阿秀别怕，到时候跟紧我。嘘，外面有动静，不止一个人。是我们的人，是时候把属于我们的东西一并带走了。计时空间，开。什么人？在东边。上。阿秀，是绿色烟花，准备走。小姐，你的眼睛！林小姐，您能看到了？回头再说。快走，路线照计划，快！走！小姐，我们真的出来了。罗先生，多谢。外面情况如何？营救计划还算顺利，多亏了你之前送出的那份情报。营救计划还算顺利，多亏了你之前送出的那份情报。林小姐，您可立了大功了！您送出的鬼子登陆计划，沈会长亲自送给了沈部长的部下。这部计划他们收到以后，紧急改了部署，鬼子还没靠岸，损失了不少人船，登陆计划彻底黄了。林小姐，您的眼睛……是，我的眼睛复明了，可能是上天眷顾，让我在这关键时刻得以复明，更好地完成该做的事。先前情况紧急，没来得及跟你们细说，现在终于可以看清楚你们每个人的样子，可以看清楚我们正在守护的这片土地和未来的路了。